小年已过，迎接大家的就是新年了。在结束的小年夜晚会上，迟迟未见王一博的身影。这位小哥是去哪儿闭关了呢？原来是悄悄回家乡过年了。各大卫视纷纷官宣春晚最终名单。小编看到河南卫视官宣王一博为新春送福官，类似于代言人之类的，来自家乡的认可。此次能回家乡过年，对于他来说肯定亲切。河南卫视近2年真的是逆袭一般的存在，变着花样的在输出中国传统文化，任谁看了不说一声牛呀。Hello， 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作为新生代艺人的王一博，在走红之后，时刻关心着家乡的一举一动，用自身的影响力带动着家乡文化，出演《风起洛阳》，助力登场了洛阳后，让大家对洛阳古都更加的了解，爱上了洛阳美食和风土人情，明星效应显而易见。当他被问及能否为家乡拍摄公益宣传片，王一博团队欣然答应，承诺愿为宣传家乡出一份力。当河南遭遇暴雨灾害时，王一博义不容辞的到家乡担当志愿者，不光捐款捐物资，还亲力亲为救助受难人群。他用行动在传递正能量，这样的偶像充满爱心与善意。同时，洛阳文化局聘请王一博成为洛阳文化旅游形象大使，可以说是另一种光宗耀祖了。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出一份力，这份自豪感就是最好的加冕。王一博成为了行走的洛阳文化名片，会让更多人关注到洛阳，这何尝不是一种让流量转换为正能量的方式呢？王一博在社交平台也转发担当河南春晚代言人的消息，能够担任家乡代言人，可以见得他是被认可的正能量偶像。王一博除了在此方面积极有担当之外，他的影视资源也是在线的，待播剧《冰与火》与电影《无名》都是主旋律题材的大制作，能如期播出之后，王一博或将再创新高。在《冰与火》最新路透图中，王一博化着受伤妆，仍不掩帅气，深色拼接衬衫宛如贵公子。此剧演员制作阵容强大，除了非常受欢迎的陈晓和王一博主演外，还有不少实力派老戏骨加入。这其中最让人熟知的就是《琅琊榜》里的咽喉王劲松，还有刚刚结局的开端里的张警官刘奕君。大家的期待值是不是一下子就拉满了？王一博作为无名的主演之一，在长津湖水门桥上映前夕，也在向这部兄弟影片致敬，而他的这一举动却招来了很多误解。有网友认为他在蹭热度，其实这些说辞大可不必。此时的王一博可能正在甘肃努力搬砖，为成为王牌飞行员做着最后的准备，哪有时间去考虑蹭热度这件事？况且无名还是一部未上档的电影。话又说回来，习惯性低调的王一博对于自己作品的宣传向来是非常随性的，从来没有因为自身的热度而示意粉丝去预售买票，为长津湖打 call， 也是作为爱国青年用自身的流量带动正向题材电影的宣传，仅此而已。黑子就别叽叽喳喳了。除了这些糟心事之外，王一博的好消息也是有的。电影《无名》想看数破10万，自风起洛阳收官之后，一博赴嘉峪关进组长空之王。他带着滑板的缘分和当初的承诺，直赴甘肃，开启了一段新的角色尝试。嘉峪关文旅局和敦煌博物馆第一时间在官博发文欢迎王一博的到来。不得不感慨一句，百里二郎这位神都名涛真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不仅剧中的酒楼茶肆排号等待二郎翻牌，就连文旅局和博物馆也如此热切地欢迎百里二郎的到来。其实这次王一博去甘肃拍摄《长空之王》，不仅因为题材的关系在此取景，其中还有一份奇妙的缘分和承诺。此前敦煌博物馆曾赠送给王一博一对原笨滑板，并邀请你喜欢一起飞天。一博在收到这对特制的滑板之后，还特意回文感谢敦煌博物馆关注滑板的同时，让他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与爱，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一起保护传统文化，并且承诺一定要去敦煌看看。如今的一博真的到了甘肃，除了要圆缘分滑板的承诺，也要在这个神秘的地方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有一说一，王一博一直是一位积极践行传统文化的使者，他能出席河南春晚还真是一大惊喜。毕竟河南卫视近2年真的是杀疯了，屡屡有出圈舞台，堪称弘扬文化的天花板。这个卫视台的口碑也是一步步在网友们心中提高，各种精彩的表演不但让大家喜欢上了河南台，也喜欢上了河南。自从春晚唐宫夜宴爆火之后，此卫视就在宣扬传统文化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了。从微博话题河南卫视 YYDS 到河南卫视好像有文化牛逼症，都是对于河南卫视宣扬传统文化的一种肯定。最近几次节日晚
晚会收获满堂彩后，网友们几乎形成了每逢晚会看河南的习惯。去年的中秋节，河南卫视也没有让人失望。当大家看到《甄嬛传》里的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沈眉庄，与那日的酒并不足以让我动情的温实初，竟然在剧集播出10年后的一场中秋节晚会里寻得了圆满，这真是万千观众心里的意难平。当大家看到火树银花中舞狮跃起，长龙腾空，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五谷丰登，四海升平，想到国泰民安，人间美好。这时候你会明白，作为一个中国人，敬畏从何而来。当你看到一个谦谦君子化身如鹤，飞越月圆长空，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千岁鹤归云中仙鹤，想到鹤者何也，吉祥祈福，想到圣洁清雅，君子之风。这时候你会明白，作为一个中国人，仙鹤从何而来。当你看到武术与功夫相融，千年壁画与少林功夫合一，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冬练3九，夏练3伏，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想到扬善惩恶，一身正气，匡扶正义，天下太平。这时候你会明白，作为一个中国人，魔力从何而来。当你看到广寒宫遥望神舟12号，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会想到嫦娥飞天，千年圆梦，会想到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时候你会明白，作为一个中国人，梦想从何而来。如果说1次出圈是幸运，2次出圈是偶然，3次出圈是有点东西，那4次出圈只能解释为藏不住的实力了。不得不说，从牛年春节唐宫夜宴中可爱逗趣的小宫女们，到端午奇妙游里惊为天人的水下洛神舞，再到七夕奇妙游中龙岗石窟的飞天神女，河南卫视以打造节日系列 IP 的方式包揽了晚会界的 MVP， 且每逢佳节就疯狂出圈。那么就一起回顾一下河南卫视那些年的出圈神作。2021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以重阳奇妙游作为收官之作，其中绝美开场有凤来仪采用难度最大的双人舞，成为了节目最大的亮点。是有神仙鸟浴火必重生，那福迎祥，驱邪攘灾，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理念的象征和审美形式的体现。这表演真的有被震撼到。去年春节唐宫夜宴，一群唐朝胖妞从博物馆里复活，凭借一支舞蹈火遍网络。小姐姐们脸上的妆容宛如复制粘贴古画，衣袂飘飘，胖胖的身体随着音乐节奏灵活扭动。节目穿插簪花仕女图、千里江山图等7大国宝，就像是唐朝少女的博物馆奇妙夜之旅，华美的像一场梦境。在5G 加 AR 技术加持下，整个舞台很快变身为美轮美奂的博物馆。在这群可爱小姐姐们的嬉笑打闹中，富号萧尊、连鹤方壶、千里江山图等等一系列河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一交替在屏幕上出现。与此同时，14名舞蹈演员个个口含棉花，身着塞满海绵的舞衣，画着唐代流行的血红妆，在台上或娇俏或可爱或灵动，无论动作还是表情，跟唐俑的原型都非常神似，让一向挑剔的网友都纷纷大呼，这才是中国文化，华美的像一场梦境。端午档洛神水赋，一开场的水下舞蹈，衣袂飘飞的洛神翩跹起舞，或沉潜或飞升，或柔婉或刚劲，碧波荡漾之中，草纸笔下仿佛稀若青云之蔽月，飘摇稀若柳风之回雪的神女宛若重生。这背后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做支撑，又有科技和运镜的完美结合，更离不开演员水下26小时的敬业拍摄，通过水下舞蹈的形式展现出来颇具中国风的配色，水下舞蹈的新奇观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形式完美结合，焕发出不一样的生命力。七夕档龙门金刚一道金光照来，古老佛像被唤醒，衣裙飘逸间飞天自空中飘落，幻化分身无数。与之一同前来的还有孔武的金刚，作为开场节目，舞蹈龙门金刚惊艳亮相，成为了七夕奇妙游妥妥的 C 位。石窟亮起，飞天缓缓飘落，并转眼间幻化出无数手拿琵琶等古朴乐器的分身。一时间，观众眼前看到的只能用眼花缭乱来形容。原本就在石窟中的飞天雕像，似乎都从石头里活了过来，凌空飞舞的影，侍从护法的、奏乐的、散花的等等，充满了整个屏幕。待到飞天们转身，天门再次打开，龙门石窟里另一大标志性形象金刚也活过来了，宝相庄严的他们腾空而起，
力量之美瞬间就填满了观众的眼球。更让无数观众惊掉下巴的是，这样的传统文化谁还不爱？看了这几个出圈舞台，大家是不是对今年河南卫视的春晚更加期待了呢？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